第221章谢礼。见艾德文娜的目光缓和了下来，安德森勾勒嘴角，摇头叹息道：“你呀，总是这么死板，所以一辈子都无法成为艺术家。”随口感慨了一句后，他望向地上以上的尸骸道：“我们不能一直这么看着，总得做点什么。夏塔斯不是想寻找他的族人吗？就把他埋葬到苏尼亚岛的精灵遗迹附近。莫贝特看起来想跟夏塔斯一起，那就放到同一个墓穴里。隆泽尔不是想回贝克兰德吗？烧成骨灰，装进盒子，顺路带到那座大都市。如果有空，还可以找找他的后裔。至于斯诺曼，他信仰的也不知道是远古太阳神，还是最初的造物主，或者两者等同。呵，这对我们来说都一样，肯定找不到相应的教堂或祭坛，所以只能把他葬在格罗塞尔旁边。格罗塞尔，他应该想回巨人王庭，但这是神话传说里才有的城市，现实根本找不到。不过嘛，南北大陆都有些巨人遗迹，可以把他葬在那些地方，让他真正地安眠。巨人王庭，贝克兰德。克莱恩默然听完斟酌了几秒道：“格罗塞尔、斯诺曼和隆泽尔的骨灰给我他认为不短，但也不会太长的一段时间后，白银城应该就会探索巨人王庭，到时候可以把格罗塞尔和斯诺曼的骨灰交给小太阳，让他顺路安葬这两位古代人物。而贝克兰德是克莱恩自己要返回的地方，是他这段旅行的终点，正好能将离开家乡165年以上的隆泽尔带回去。”艾德文娜跟着说道：“黄金梦想号经常去苏尼亚岛，夏塔斯和莫贝特的尸骸我来负责。”“好的，等下你来负责火化。”安德森转头望向达尼兹，半笑半叹了一声：“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发挥作用的地方，没必要自卑。”他本以为达尼兹会理解不了自己的宽慰，又怒视起自己，谁知这位知名大海盗只是表情豁然暗淡了几分，就沉默着点了下头。可作为一起面对过北方之王的同伴，我们一人挑一份吧，算是继承他们的遗志。安德森用下巴指了指地板上闪烁微光的物品们，呵呵，这些非凡特性里肯定有残余他们的少量精神，不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无论是调配成魔药符石，还是找工匠炼制成物品，应该都有一定的特异。前者还能通过扮演法消化掉，后者就没什么办法了。啊，你看起来似乎不懂扮演法，那当我没说他最后那句话是对达尼兹讲的。克莱恩没心情腹诽安德森，看了看那4份非凡特性道：“夏塔斯的给我，这正是海洋歌者的主材料。”艾德文娜想了想道：“我拿斯诺曼的这对应光之祭司。”克莱恩已经有一份，因此并没有选择。安德森扫了剩下的2份非凡特性一眼，目光停留在了那婴儿手掌般的诡异事物上。“我说过，这家伙很有趣，也许能制成一件可以和我聊天的神奇物品，这样大家都不再寂寞。”这时还剩下巨人的心脏没有归属。克莱恩看了达尼兹一眼，淡漠说道：“你逗我，我什么都没做，我没参加战斗。”达尼兹非常意外，克莱恩简洁说道：“你探了路，冒了风险，对克莱恩来说，这其实是一种补偿，因为达尼兹诵念了愚者的尊名，知晓了格尔曼斯帕罗的秘密，所以必须强制成为愚者的信徒，否则会留下极大的隐患。虽然这属于达尼兹自愿承担的风险之一，但克莱恩还是想要弥补一二。当然，他希望达尼兹将这视作愚者的恩赐，而无论是拿格罗塞尔的非凡特性换成金钱，购买相应的配方和材料，还是制成防御类型的神奇物品，对达尼兹来说都非常有用。收下吧。艾德文娜也看向达尼兹道：“好。”达尼兹默然几秒，重重点头。分配完毕，克莱恩上前几步，弯腰拾起了夏塔斯遗留的非凡特性，看到透明薄膜内的蔚蓝海水在轻轻摇晃，隐约又听见了那位精灵的优美歌声。他刚有站直，就看见达尼兹点了下头，似乎在回应谁的提问，但刚才没谁说话。克莱恩的目光随之扫过了艾德文娜没什么表情的脸庞，怀疑这位秘术导师在用旁人听不到的声音与达尼兹沟通。见达尼兹给出肯定的答案，艾德文娜伸手将桌上的格罗塞尔游记合拢，递给了克莱恩：“这是我的感谢，没有我，你们也能战胜冰霜巨龙。”克莱恩没有伸手，看着那本黄褐色羊皮纸装订成的书册道：“不会一起死亡，我们没有办法挡下北方之王最后的疯狂，而且你进入书里也是冒着很大风险的。”艾德文娜就像一位教师，认真的讲解了原因。我唯一的请求是，如果你研究出了它的来历和原理，告诉我答案。克莱恩对格罗塞尔游记蕴藏的秘密本身就非常好奇，闻言不再推辞，伸手接过了这本神奇的书籍。好，这个时候
因为巨人王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他还想顺势买下那把价值5000镑的属于巨人的黑铁钥匙，但他没有立刻提出这个请求，免得艾德文娜以为自己在挟恩敲诈。他准备等几个小时后，或者明天再找冰山中将借那把钥匙，先去灰雾之上占卜，确认价值，然后出钱买下。见安德森和达尼兹也分别拾起了属于自己的非凡特性，艾德文娜看了眼渐渐黑下来的天色，对克莱恩道：“你们接下来去哪里？”拜亚姆克莱恩坦然回答。艾德文娜点了下头：“你们可以乘坐黄金梦想号过去，我们有很多空余的房间。”克莱恩微不可见颔首，答应了下来。免费的船谁不喜欢坐？处理好骸骨，收拾了下船长室，艾德文娜这才走向门口，打开了房门，外面顿时响起一阵惊喜的声音，走廊内的气氛很快就有了沸腾的感觉。好了，没事了。艾德文娜环视了一圈，清冷的表情里不知不觉多了些笑意。轰的一声，船员们欢呼了起来，巨大的声浪让安德森忍不住撇了下嘴巴，皱起了脸庞。比我想象的还夸张。他的话语毫无疑问被淹没在了狂欢般的动静里。等到这一切平息下来，克莱恩和安德森在达尼兹的引领下离开了船长室，前往同一层另外一边的房间。半转身体望了眼原本所在，安德森忽然叹息道：“就这样结束了吗？”虽然和他们认识还不到半个小时，但一起战斗过的家伙总是让人印象深刻。结果他们就这样莫名其妙死了，都死了。克莱恩沉默了2秒道：“这个世界本来就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死亡。”也是安德森一下露出了笑容，所以得乐。观点：好好享受生活。如果哪一天我面对了死亡，我一定要从容、潇洒，不丢失风度，用最帅的姿态去迎接他，不要给自己立 flag。克莱恩没有开口，进入了达尼兹打开的房间，安德森则住在他的对面。房间内，克莱恩站在窗口，沉默地望了越来越黑的海面近10分钟，然后才前往盥洗室，逆走4步，诵念咒文，进入灰雾之上，坐至属于愚者的那张高背椅。他直接具现出世界的身影，让他摆出祈求的姿态。伟大的愚者先生，请转告太阳，我已经拿到了他想要的序列6公证人魔药配方。光之祭司的配方和主材料也有了线索，他可以暂时不给报酬，算作欠账，等将来一并支付。克莱恩这是在为自己晋升序列4做准备。白银城拥有丰富的资源，可能会存在某种主材料或当前难以寻找到的辅助材料，所以在暂时没急需事务的情况下，他打算让小太阳先欠着。他之所以没说光之祭司的魔药配方和主材料也已到手，是因为觉得这太过夸张，准备等小太阳消化的差不多了再告诉他。审视了具现出的影像2遍，他将这些化成流光，投入了太阳对应的深红星辰。下午镇刚巡逻完新建营地边缘的戴里克眼前突然一花，看见了无边无际的灰白雾气和深红光芒内祈祷的模糊身影。紧接着他听到了世界的声音，知道自己的公证人魔药配方有了。世界先生的效率好高，承诺多少天就是多少天，而且还额外拿了光之祭司魔药配方和主材料的线索。戴里克一阵惊讶，伴随喜悦，他忍不住有些崇拜世界，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具备这样的能力和风格。而灰雾之上，忙碌的世界在愚者先生确认海洋歌者魔药配方无误后，又一次开始了祈祷。伟大的愚者先生，请转告倒吊人，我已经拿到海洋歌者的魔药配方和相应的主材料，将在下次塔罗会上给他，请他考虑好可以用什么来交换。第222章来历。波浪起伏的大海上，古老晦暗的帆船内，阿尔杰威尔逊正站在窗口，思考这次回帕苏岛述职该注意什么。眼前就出现了无垠的灰雾和高居一切之上的身影，他旋即看见了深红的光芒，看见了疑似世界的模糊身影，耳畔则响起了对方平静淡然的话语。认真听完，阿尔杰眼眸一点点睁大，心里既有着难以遏制的喜悦，又涌现出了强烈的诧异和愕然。他记得很清楚，上次塔罗会时，世界只承诺3天内帮太阳拿到公证人魔药配方，根本没说海洋歌者相关的事情。结果这才几天过去，这位先生就拿到了少有流通的序列5配方，而且还收获了主材料。他究竟做了什么？阿尔杰无声自语，脑海里不由自主回想起了格尔曼斯帕罗那副冷峻刚硬的样子，愈发觉得对方让自己无法看透。这就是成为卷者的好处吗？我昨天刚收到消息，格尔曼斯帕罗上周在拿斯登上了未来号。
这一方面说明星之上将确实是隐者，另一方面是否也表明世界上周做的事情非常重要，比如进入东面那片危险海域，拿到什么物品，所以才不得不寻求隐者的帮助。他因此得到提升，成为了序列5的强者。这可以解释他短短几天内就拿到海洋歌者魔药、配方和主材料的问题。可他究竟做了什么？不会杀了一位教会的准高层吧？阿尔杰忍不住皱了下眉头。他迅速平复心情，将重点转移到了另外的事情上。虽然一下拿到配方和主材料，确实让他异常欣喜和激动，并由衷的觉得成为塔罗会成员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但相应的，他也必须付出足够的代价。我能给世界什么呢？阿尔杰陷入了沉思，可悲的发现自己身上并没有等价的物品或金钱。他下意识来回踱步，在窗口位置转了一圈又一圈。灰雾之上，忙碌的世界消失。克莱恩将目光投向了刚才带入灰雾之上的格罗塞尔游记。这本由黄褐色羊皮纸装订成的书册安静摆放于青铜长桌最上首，一点奇特的地方都没有，普通到只有喜欢研究历史的人才愿意注意它。克莱恩具现出纸笔，谨慎地写下了第一条占卜语句。这是观众途径的唯一性，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没法将这本游记封印在灰雾之上，它很可能会带来预想不到的意外。而随身携带的话，克莱恩指不定什么时候又被吸进书里去了，那会非常麻烦。取下左腕袖口内的灵摆，克莱恩平复了下心情，尝试起占卜。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黄水晶吊坠正在做逆时针旋转，这意味着否定。看来这本奇怪的书不是观众途径的唯一性，那我就不用太过害怕了。克莱恩思考了几秒，又试着占卜了下格罗塞尔游记是不是观众途径序列1或序列2对应的物品，谁知收获了失败的结果。他沉吟许久，落笔写下了新的占卜语句。他的来历，克莱恩之所以敢于做这样的占卜，是因为他很清楚观众途径的序列0早已陨落，唯一性又大概率掌握在黄昏隐士会手里，目前有对应真神的可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放下钢笔，握住纸张和书籍，克莱恩向后靠住椅背，边低念语句边借助冥想，进入了梦境。灰蒙蒙的天地豁然裂开，高空变得极为暗淡，仿佛有狂风正卷着乌云四处乱舞。这样昏暗的环境之下，天边先是出现了一个光点，接着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那是一片漂浮的大陆，能容纳数座正常城市的大陆。这大陆外围呈灰白色，一块块巨大岩石展现出了它们的轮廓，而在此上方竖着一根又一根几十上百米高的宏伟石柱，它们或孤单的屹立着，或撑起了一座座巍峨的古拙宫殿。一条条或灰白，或赤红，或黄铜铸就，或冰晶凝聚的巨龙飞舞于这片大陆。这座异类城市的上空，时而落到一根石柱顶端休息，俯视万方，时而进入高大恢宏的宫殿里，消失于克莱恩视线内。他们之中，最小的那条都能和北方之王尤里斯安等同，最大的则达到了100米。画面飞快拉近，一座可能超过200米高的宫殿开始占据克莱恩的世界。它的内部石柱屹立，撑住穹顶，空间大的足以让任何巨龙在这里自由行动。镜头不断往内，克莱恩很快看见了一本黄褐色羊皮纸订成的书册。它封皮空白，浮于半空，与周围的环境比起来，小得不可思议。书册正对的背后，一团巨大的阴影呈现了出来。这阴影的轮廓刚有勾勒，克莱恩脑袋里的思绪和念头瞬间爆炸，他的眼珠带着血水喷了出去，他的耳朵位置只留下了2个黑洞，他的嘴巴里，他的鼻孔内染着鲜红的乳白事物正不断涌出。灰雾之上的神秘空间随即轻轻晃动，抚平了这一切。克莱恩迅速恢复正常，呲牙咧嘴的抬手揉了揉脑袋。痛，真 TM 痛，这不比永恒烈阳差啊！我甚至都没有看清楚他的样子，未能收获任何知识。他就是空想之龙安格尔威德吧？根据小太阳的资料，他在第2纪末尾就已陨落。我隔了几个纪元，2、3千年的时光，仅仅窥视了一下，也变得这么凄惨。如果不是有灰雾隔绝和帮忙，肯定已当场去世。这印记也太强了吧，没法具体比较，因为伤害不如永恒烈阳那次，但一个早已死亡，一个目前还活着，就让人不得不怀疑古神要比现在的真神强一点。用了近1分钟的时间从疼痛的阴影里缓过来后，克莱恩重新将目光投向了格罗塞尔游记，手指轻敲着斑驳长桌边缘，
无声自语道：“这本书的作者是空想之龙安格尔威德，一位古神书写下的可以自动演绎结局的故事书。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本书成型的时候，空想之龙应该还没遭遇远古太阳神，没出任何问题。毕竟书籍要从奇迹之城利维希德传播到巨人王庭，必须有不短的时光。而格罗塞尔被书吞进去前，巨人王明显还健在。纯粹的恶作剧，无聊打发时间的玩物，或者空想之龙这位古神预见到了一定的未来，专门创作了这本书，给自己或巨龙一族留下复苏的后路。但因为错过了远古太阳神的强大和可怕，陨落的彻彻底底，让这本书几千年都未能发挥作用，只是自然的吸入人物，演绎故事。克莱恩做了些猜想，但都无法获得进一步的证实，只能考虑着之后再找机会进入书里，一点点搜集线索，之后可以在灰雾之上用灵体的形态进入了，一旦遭遇意外，立刻就能返回。等和艾德文娜、安德森他们分开后再尝试，必须足够的小心和谨慎。克莱恩点了点头，尝试着占卜了下格罗塞尔游记是否会对灰雾之上这片神秘空间带来不好的变化，结果依旧失败。至于原因，他其实有点明白，那就是这里的本质高于灵界，涉及这里的事情自然无法利用占卜的手段从灵界获得启示，决定接下来几天经常到灰雾之上看一看，瞅一瞅，防止意外发生后，克莱恩将格罗塞尔游记丢入了杂物堆，挥手招来了一个被部分压扁的黄金酒杯。这酒杯有着繁复精致的花纹，铭刻着天灾、高希纳姆这两个精灵语单词，并没有特殊的地方。拿着它，克莱恩静静摩挲了几秒，咚咚咚，克莱恩有礼貌地敲响了船长室的房门。有什么事情吗？已将头发放了下来的艾德文娜看着外面的格尔曼斯帕罗道。克莱恩将精灵王后的黄金酒杯递了过去道：放进夏塔斯的墓穴里。好，艾德文娜先是沉默了2秒，接着点头接过。他习惯性的研究了下黄金酒杯上的铭文和符号，旋即不太好意思的收回了目光，偏头望向窗外道：他们要举行篝火晚会，你参加吗？不，克莱恩摇了摇头，我理解，我也不会去参加，不是每个人都像安德森一样可以迅速摆脱自己的低落情绪。艾德文娜抿了下嘴唇道：其实这未尝不是好事。克莱恩一时不知该怎么回应，而艾德文娜除了上课也不是善于交流的人，两人顿时相顾无言。10几秒后，克莱恩无声吸了口气，打破了这种沉默。那把源于巨人的钥匙，你还出售吗？出售。艾德文娜想了想，瞄了眼收藏室方向，补充说道：我可以先借给你研究，离船之前你再决定要不要买第223章神话生物，都不用我自己提了，我原本还有点不好意思开口呢。克莱恩暗中松了口气，揣摩了下格尔曼斯帕罗的人设，平淡的说道：我不占别人便宜。话音刚落，他就有点后悔，害怕冰山中将真的改口。艾德文娜浅蓝色的眼眸微转道：唯一的条件是，如果研究出什么，告诉我答案。呼，克莱恩不再啰嗦，轻轻颔首道。好几十秒后，他抱着那个足有7弦琴大的铁黑色钥匙返回了自己房间。而这个时候，前甲板位置传来了一阵亢奋炽烈的歌声：你的眼睛多么迷人，仿佛那清晨的阳光。每当夜晚黑暗降临，我独自徘徊，心中悲凉，执着的等待光芒。哦，你的眼睛多么迷人，仿佛那清晨的阳光。注意，克莱恩下意识来到窗边，探头望向外面，看见篝火已燃，黄金梦想号的空闲船员们围绕于旁边，或烤肉烤鱼，或咕噜喝酒，或跟随歌唱家奥尔福斯的歌声跳着不规范但足够热闹的舞蹈，气氛极为欢快，油脂烤灼的诱人香味弥漫而出。一缕缕偏向上方，克莱恩看见安德森胡德也在那群海盗里，喝得兴高采烈，吃得开开心心，时不时还吼上2句，讲几个笑话，似乎已成为了黄金梦想号的一员，完全不像之前那样受到排斥，反倒是达尼兹并没有出现于外面，至少克莱恩没在铁皮和水桶旁边发现他。只要不挑衅，安德森这家伙的交际能力还是挺强的啊，这或许属于阴谋家的搜集信息能力。他可能把仇恨都转移到了我身上，不知道达尼兹会不会因为这次的事情奋发图强，如果他能一步步提升，获得更强的实力，那我这个愚者的手下就不再只有自己了，不用再时常表现3位一体的状态。呵呵，
我这个隐秘存在总算有了现实的信徒，有了可以直接吩咐的办事员。虽然暂时只有达尼兹一个人，不得不说还是比较寒酸。克莱恩一边感慨，一边就要准备仪式，将巨人钥匙献祭到灰雾之上。就在这时，他灵感忽有触动，本能就开启灵视，望向了旁边。一根根白骨抛出，凝聚成了眼窝燃烧黑焰的信使。信使大半个身躯在下面一层，所以与格尔曼斯帕罗近乎平齐，未再穿出天花板。不过他抓着信的手掌依旧巨大，似乎能直接包裹住克莱恩的脑袋。阿兹克先生这次回信挺快嘛？克莱恩一边礼貌点头，一边接过信纸展了开来。他正要阅读内容，忽然发现白骨信使还停留在原地，没像往常那样送到信后就直接消失。有什么事情吗？克莱恩诧异地问了一句。他刚有开口，脑海里突地闪过了一个想法，忙又补充道：如果需要回信，我会再召唤你的。白骨信使巨大的脑袋点了点，身体豁然崩解，瀑布般下落，回归了冥界。上次雷尼特提尼科尔女士就有等着回信，这次白骨信使也是。这难道是信使界的新规范、新章程？呸，根本没信使界这种东西啊，都是自己招自己的，而且绝大部分信使属于兼职。刚才白骨信使给我一种他有点委屈的感觉。克莱恩摇了摇头，没去多想，将注意力转移回了阿兹克先生的信上。简单来说，从获得神性晋升序列4开始，就是一个逐渐向神话生物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直到序列2才结束，所以天使和圣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遥远的古代，前者甚至能被称为从神，每一位半神，包括圣者和天使，都有自己的神话生物形态。这是一种糅合了复杂知识、神性特质和隐秘符号的非人类形态。普通人即使只是看上一眼，就会遭受严重的伤害，甚至精神失常，而半神的位格越高，类似的伤害越强，越无法抵御，所以这个层次的生物都必须时刻控制自己，不展露相应的形态，否则仅是本身的存在都会给周围带来灾难。对半神来说，失控的一大特点就是失去理智，再也无法收敛自身的神话生物形态。不过圣者的神话生物形态并不完整，还有明显的原本种族特点。严格来讲，必须达到序列2才能算真正的神话生物。也不知道隐者女士想要的血液是真正意义上的神话生物血液，还是可以宽松一点。不知道威尔昂塞汀出生后留下的脐带血算不算？他是序列1的命运之蛇，绝对的神话生物，但状态又不是太对。等积攒的事情多了，可以写在纸鹤上一并问问他。只剩2次书写的机会了，必须足够慎重。不过我也快返回贝克兰德了。想到这里，克莱恩默默算了下威尔昂塞汀这条命运之蛇什么时候会出生。他没去准确的回忆，凭印象认为威尔昂塞汀是在去年11月份被怀上的，而现在已经是4月中旬，所以他7月份就会出生，也可能早一点。克莱恩不是太有把握的想到，毕竟他上辈子没有女朋友，没有老婆，更不可能有孩子。他迅速收敛思绪，将这件事情暂时放到了一旁，开始布置仪式，将巨人的钥匙献祭给了自己。之所以不用灵体携带的方式，是因为钥匙太重，克莱恩现在还搬不动。很快他来到灰雾之上，让铁黑色的巨大钥匙飞到了青铜长桌表面，并认真检查了几遍，确认没什么异常后，他具现出纸笔，写下了占卜语句。这把钥匙对应的地方握着纸张，抱住钥匙，克莱恩靠着椅背，在低念里沉沉睡去。这一次灰蒙蒙的天地里，最先呈现的是扭曲不定的半透明屏障，接着画面拉近，一下就出现了超过10米高的沉重大门。这大门以蓝灰色为主，两侧铭刻着彼此对称的诸多符号、标识和花纹，既庄严又神秘。黄昏的光芒模糊映照过来，让这扇对开大门染上了明显的衰败感，就像是整个世界的白日已尽，永恒的黑暗即将来临。紧接着，克莱恩注意到门缝左侧3-4米高的地方有一个漆黑的孔洞，相当于成年人类的拳头。场景很快破碎，梦境随之结束。克莱恩睁开了双眼，和黑色修道院类似但颜色不同的大门，黄昏的光芒。我的解读是，这代表巨人王庭的某一扇门。最早那层扭曲的半透明屏障应该是神奇之地与外界隔绝的象征，所以
没有灰雾排除干扰的情况下，无论怎么占卜，都没法看到想要的画面。克莱恩手指轻敲起斑驳长舟边缘，在心里做出了一定的判断。他已经决定买下这把巨人的钥匙。忙碌着将5000磅现金带回现实世界后，克莱恩收拾好桌上的物品，手拿那厚厚的巨款，又一次离开房间，走向了船长室。呵，吉尔西艾斯这个欲望使徒的赏金就等于一把钥匙加1000金镑啊！克莱恩瞄了眼手中的钞票，又一次敲响了冰山中将的房门。吱呀一声，艾德文娜出现于门口。他看了看格尔曼斯帕罗拿着的现金，眉毛微动，眼睛睁大，豁然明亮道：“你有结果了。”克莱恩嗯了一声：“我已经得到答案，它疑似与巨人王庭有关，神话传说里的巨人王庭。”艾德文娜眸光闪亮的反问了一句。克莱恩轻轻颔首，表示肯定。艾德文娜嘴唇微起，似乎还想询问点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直接接过了那5000磅现金。他回头望了眼船长室内那一排排书架，沉吟几秒后，对克莱恩道：“如果你对这些书感兴趣，白天随时可以来借。我唯一的请求是……”克莱恩默默在心里猜测起冰山中将接下来要说什么。我唯一的条件是，你有空闲的时候和我交流一下历史。艾德文娜顿了顿，眼眸晶亮的补充道。克莱恩暗笑一声，想了下道：“好，但我不会回答所有的问题。”与此同时，他在心里无声祈祷了一句，希望冰山中将的收藏里有更高级的符咒制作方法。没有问题。艾德文娜嘴角微动，表情竟生动了不少。明天见。克莱恩随即摘帽按胸，行礼告辞。艾德文娜也认真回礼道：“明天见。”贝克兰德，铁门街，勇敢者酒吧外，埃姆林怀特离开马车，推开木门，走了进去。他旋即被里面混杂的气味刺激到，嫌弃的抬手捏了捏鼻子。在狩猎原始月亮信徒的竞赛里，他还没有太大的进展，所以打算到夏洛克莫里亚蒂经常提及的勇敢者酒吧寻找消息似乎很灵通的黑市武器商人伊恩，后者的名字是埃姆林来之前从别的渠道打听到的。注一，改自我的太阳歌词。第224章那个男人。侧过身体，避开一个横冲直撞的醉鬼后，埃姆林皱眉弹了弹自己的衣物，继续往吧台位置挤去。这个过程里，他看似什么都没有做，但却总是能让周围的酒客们碰不到他，无论速度、敏捷还是身体的平衡与协调，都达到了相当可怕的程度。终于，埃姆林来到了吧台位置，屈指敲了敲木板：“伊恩在哪里？”酒保瞄了他一眼，一句话也没说，继续低头擦拭玻璃杯。埃姆林愣在原地，觉得自己应该是做错了什么，才没有收获预想的答案，这让他有点恼羞成怒，很想向前探手，一把将酒保拽出来。不过他认为这有失绅士的风度，强行按捺住情绪，左右看了几眼，发现所有人都在喝酒。想了想，埃姆林试探着开口道：“一杯奥尔米尔红葡萄酒。”酒保擦酒杯的动作停住，抬起脑袋，用古怪的眼神看着面前黑发红瞳的俊美男子道：“没有，这可是全世界最顶级的红葡萄酒，价格非常惊人。”埃姆林并不愚蠢，从对方的眼神里意识到自己点了不该点的酒，仔细回忆了下道：“一杯南威尔啤酒。”5便士酒保终于把杯子和抹布都放了下去。埃姆林直接掏出1苏勒的纸币道：“不用找零，谢谢。”酒保指了指左侧道：“伊恩在1号纸牌室。”埃姆林顿时勾勒出了笑容，因自己解决了一个实质难题而高兴和骄傲。他没去拿那杯南威尔啤酒，直接转身走向了1号纸牌室。咚咚咚，他很有礼貌的敲响了房门。请进。一道略显青涩的嗓音传了出来。埃姆林理了下领口，推门而入，发现里面的场景与自己预料的不太一样。在他想来，既然是纸牌室，那肯定有一堆人围在长桌旁玩着德州等项目，谁知人是有7、8个，却没出现扑克，每位参与者面前都放着张白纸，乱七八糟的，不知道记录着什么。除了这些，摆在桌上的只有钢笔和多面骰子。埃姆林直觉地将目光投向了这里面年龄最小的那位，那是一个同样有着鲜红眼眸的清秀大男孩，看起来只有15、16岁。伊恩，埃姆林确认般开口道。伊恩点头笑道：“是的，这位先生，你有什么事情吗？或者你想加入我们这个游戏？”游戏？埃姆林本能反问了一句。伊恩呵呵笑道：“对，游戏。我并不喜欢玩牌，也不爱桌球，但每天待在这里，总得找些事情做。”
我从罗塞尔大帝的传记里找到了灵感，那就是组织一些人坐在一起，尝试直面的冒险。在这场游戏里，只要遵循规则，你可以做任何人，一位医生，一个喜欢吃蔬菜的冒险家，一个总是随身携带扳手和烟斗的私家侦探，或者一个喜爱突发奇想的考古学家。然后一起去某座古堡寻找隐藏在历史里的故事语。各种各样的怪物战斗听起来有点意思。埃姆林莫名觉得这样的游戏很适合自己。哈哈，要参与吗？我们这次卷入了一场阴谋，将要面对一位强大的古代吸血鬼。他看似有着英俊的脸庞，但皮肤底下全是滚荡血液烧灼出的脓泡。伊恩热情地邀请道：“血族，谢谢。”埃姆林脸皮微不可见地抽动了下，直接说道：“我有事情想委托你，好吧？”我们去隔壁的房间。伊恩拿着自己的圆顶帽子和陈旧挎包站了起来。隔壁是桌球室，并没有人在里面，动作娴熟，姿态老练的大男孩关上房门，检视了一圈后，望向埃姆林道：“先生，我并不认识你，不知道是谁介绍你来的。”埃姆林微抬下巴，噙着笑容道：“夏洛克·莫里亚蒂。”他话音刚落，忽然左右看了一眼，抬手捏了捏鼻子，原来是莫里亚蒂大侦探。伊恩没有掩饰的松了口气道：“那我就放心了。对了，他不是去迪西海湾度假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埃姆林放下右手，表情不变的说道：“他并没有回来，我去他租住的地方找过他。坦白的讲，正常度假在1月中下旬就该结束了，而现在已经是4月份，他会不会出了什么意外？”伊恩有些担忧的问道。埃姆林想了想夏洛克·莫里亚蒂表现出来的能力和神秘之处，摇了摇头道：“或许只是卷入了一场复杂的案件。”伊恩没再多说，转而问道：“我该怎么称呼你？你有什么委托？”“你叫我怀特先生就行了。”埃姆林拿出类似通缉令的纸张道：“帮我找出这5个人。”伊恩接了过去，仔细翻看了一阵道：“一条有效线索20磅，确定位置150磅，可以接受吗？”“没问题。”埃姆林觉得这个价格简直太便宜了，和这比起来，他在塔罗会上的开价显得太过夸张。伊恩折好那些纸张，最后问道：“怀特先生，如果有线索，该去哪里找你？”“大桥南区丰收教堂。”埃姆林早已想好答案。伊恩闻言，诧异的审视了他几眼道：“你是大地母神的信徒？这在贝克兰德很少见啊。”“不是。”埃姆林坚决的摇了摇头，“我只是在那里做义工。”不等伊恩开口，他抢先问道：“你的红眼睛遗传自谁？”刚才看见伊恩的时候，他就想问这个问题，因为在古老的年代里，红眼睛属于血族的标志特征。不过第4纪那会，人类和血族曾经有过漫长的杂居，都是属于帝国的居民，于是有了广泛的联谊，诞生了不少后代，鲜红眼睛的混血儿逐渐增多，并一代一代遗传了下来，成为人类中不算常见的同色之一。简单来说就是每一位红眼睛的人类祖上都有一位血族。伊恩有些发怔的回答道：“我的父亲，在网上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是一个流浪儿，看来不属于还与血族有联系的那种。”埃姆林略感失望的给了20磅预付，转身离开了桌球室。等到他远离，伊恩并没有立刻返回纸牌室，而是重新关上房门，对着空气开口道：“莫里亚蒂侦探还没回到贝克兰德，我有点担心。”他桌球室的虚空里突然浮现出一道身影，他脸色苍白，容貌精致，戴着黑色小巧软帽，穿着同款的哥特风宫廷长裙，正是怨魂沙伦。他过得很好。沙伦没什么情绪起伏地回答道，身影旋即虚化，消失不见。每次都这么说，难道你和莫里亚蒂侦探一直有通信？伊恩小声嘀咕着，随手拿起了桌球室一角放着的报纸。摆在最上面的是塔索克报，下面压着份海上新闻，后者原本以报道鲁汶王国不同殖民地的情况和海上发生的事情为主，但因为当前科技条件下，传到贝克兰德的海上新闻都已经严重过时，对有需要的人用处不大，所以销量不佳，越办越差。之后在新任总编提议下，报纸风格有了变化，多了不少海上的留言，以及关于海盗、关于冒险家的各种奇怪事迹，显得更像故事汇编，而非新闻报道。出人意料的是，这种风格竟颇受欢迎，尤其一些涉及鬼魂、幽灵、海怪和宝藏的内容，成为了各个酒吧之内认识单词的少数人向大多数文盲吹牛的首选。毕竟这虽然看起来很假，但足够有趣。伊恩随意翻了翻各份报纸，没找到需要注意的内容，
只对海上新闻的一篇报道印象深刻。据闻，3月25日晚间，不死之王的舰队袭击了一艘从东拜朗返回福萨克的船只，劫走了所有货物和钱财，而屠杀者吉尔西艾斯如同他的称号那样，完成了一场血腥的葬礼。这些海盗真是嚣张啊！伊恩摇了摇头，放下报纸，返回至纸牌室，继续自己的游戏。酒吧外面，埃姆林登上了马车，靠着箱壁，看着路灯缓缓倒退。他又捏了下鼻子，无声自语道：“一位月魂，伊恩这个武器商人确实很有渠道啊。”不错。埃姆林随即闭上眼睛，对自己的委托有了更多的期待。窗外的阳光照入，将船长室染得一片金黄。艾德文娜坐在椅上，拿着书本，望向对面道：“所以你也认为所罗门、图铎、特伦索斯特三大帝国曾经并存，这正是四皇之战的必要条件？”克莱恩简单回应道。他手里正抓着本3世界之书，这来源于一位生命学派的成员，后落入冰山中将手里。他在讲述物质世界、灵的世界、绝对理性世界之外，有附带一些符咒学的内容，其中不乏高深的地方。克莱恩今天的重点就在研究这块，希望能找到更好利用海神权杖和那条食之虫的办法。克莱恩其实有发现，冰山中将搜集的书籍都是不成体系的各种古代文献，这与他背靠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的特点不符，所以他猜测在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内部，正统的成体系的神秘学知识是禁止公开给非本教会人士的。艾德文娜刚要再问，忽然发现黄金梦想号的行驶速度逐渐变缓，遂抬头望向窗外，看了几眼，清冷开口道：“拜亚姆到了。”第225章达尼兹的请求。拜亚姆到了。克莱恩闻言站起，往外眺望，看见了那个熟悉的反抗军司港。他没表现出诧异，却坦然说道：“比我想象的快，这比他预计的提前了至少3个小时，也比我预想的快。”艾德文娜收回视线，认同了格尔曼斯帕罗的话语。不过这都是无关紧要的细节。克莱恩低下脑袋，故作不经意的快速翻阅了3世界之书的剩余内容，然后递给冰山中将道：“交流到此结束。”艾德文娜沉默的看了眼书籍，张了张嘴，又重新合拢。他接过3世界之书，顺手将它放在了桌上，随即起身行礼道：“期待以后还有和你交流的机会。你在古代历史方面的造诣让人敬佩。”如果是克莱恩自己的性格，他肯定会谦虚2句，并赞美冰山中将有着同样广博的知识。但现在他是疯狂冒险家格尔曼斯帕罗，只能微微点头道：“我们是合作者，意思就是以后会有机会的。”他不再多说，离开船长室，返回自己房间，轻松收拾好行李箱。等到黄金梦想号入港，一路下至甲板。此时甲板上已聚集了不少船员，包括美食家布鲁沃尔斯、歌唱家奥尔福斯、花领杰约德森等赏金不菲的海盗团高层。他们露出真诚的笑容，冲着克莱恩不断挥手，显得非常热情。其中水桶和铁皮等人更是充满激动的神情，并唱起了欢送宾客的歌曲。我和他们什么时候这么熟了？克莱恩腹诽了一句，越过这些海盗，行至舷梯旁边。安德森·胡德已在那里，衣物整洁，发型不乱的笑道：“他们大概想说再见，不，永远不要再见。格尔曼，你知道你这段时间有多么危险吗？差点成为所有船员的敌人。”他们恨不得只用5分钟就把黄金梦想号开到拜亚姆。克莱恩正要回应，却看见披着黑色斗篷的达尼兹小跑了过来。这家伙真的发愤图强，准备离开黄金梦想号单干了。这有点不符合我的想法啊，在冰山中将周围，在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附近，他这个愚者信徒才能价值最大化。不过也无所谓了，达尼兹如果能成长起来，比这个更有意义。克莱恩习惯性的衡量了一下，旋即将多余的想法抛去，默然注视达尼兹，等着他自己开口。达尼兹表情正经的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能说出，只好干笑2声，对安德森道：“你有阴魔家的魔药配方吗？”有。安德森嘿嘿一笑道：“但我不打算卖给你。”达尼兹的脸瞬间就黑了下来，而安德森却浑不在意的继续说道：“你现在拿到阴魔家的魔药配方有什么意义？你现在尝试升级，肯定失控。朋友，你重新再扮演下猎人吧。接着是挑衅者和纵火家。呵，那枚巨人的心脏，你最好找工匠弄成防御性质的神奇物品，要不然我怕你什么时候就被人打死了。等到确信自己有了把握，
再找你们船长要阴谋家的魔药配方，他有。不过嘛，嘿，我觉得你就到此为止了。阴谋家的要求很高的达尼兹一边被嘲讽的脸皮抽动，一边认真记忆着安德森说的每一句话。因为这是个号称最强猎人的家伙，在这条途径上有着丰富的经验，而且他也隐约明白了关键是扮演，怀疑船长之前的教导也在指向这方面，只是不那么明确。总有那么一天，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阴谋家。达尼兹嘴应了一句，转而看向格尔曼斯帕罗，他撩清喉咙，不敢直视对方眼睛的说道：“我已经向船长申请过了，以后会频繁的联络反抗军，会经常出现在拜亚姆，意思就是不想离开黄金梦想号，但会经常找机会锻炼自己。”呵，怎么一副向顶头上司汇报工作的感觉？克莱恩暗笑两句，嗯了一声。达尼兹顿时松了口气，整个人都自在了不少。如果不是同伴们都在身后看着，他肯定会殷勤的去帮格尔曼斯帕罗提行李箱，一路送到码头。目送格尔曼和安德森离开后，谨慎的他决定从今晚开始，每天向愚者做一次祷告，展现自己的虔诚，免得出现不好的意外。反抗军的私岗内，安德森看到格尔曼斯帕罗不假思索就拐入了一条新修的道路，然后以最短距离走出了丛林。你对这里很熟悉啊，我上次来的时候还没有这条路。安德森半是感慨半是无聊的随口闲扯道。当然，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向我祈祷并报告自己做了什么，而我偶尔会给予回应，比如指导他们修了这条路。克莱恩内心得意了2秒，表情淡漠的说道：“你那位朋友住在哪里？”就在拜亚姆城外的一个庄园里。安德森加快脚步，开始在前面引路。1个小时过去，他带着克莱恩来到了一个庄园外面，这里各类香料的味道浓郁叠加，混杂出了一种难以描述的异域风情。向看门者告知了来访的目的后，两人没有等待多久，就看见一位个头中等，不到1.75米的男子走了过来，身边跟随有管家和男仆。这男子肤色偏黄，又带着点晒黑斑的感觉，轮廓较为柔和，但眼窝比鲁恩人众要凹陷很多。对克莱恩来说，已能借此初步判断对方的来历，那就是费内波特王国有高原人血统的民众。这男子已有点发胖，脸蛋圆圆的，颇为和蔼。他一看见最强猎人，立刻哈哈笑道：“安德森，你还没有死吗？我等着参加你的葬礼。”安德森毫不客气的回应了一句，旋即侧身对克莱恩道：“奥克法康纳克里斯，我曾经团队的医师。”他没对奥克法介绍格尔曼斯帕罗，只是笑嘻嘻道：“我给你带来了一笔好生意。”奥克法秒懂了安德森的意思，没当着男仆和管家的面询问，领着两人走向了庄园主屋。沿途之上，克莱恩有看见风车磨坊、面包房、酿酒房、民兵训练营等建筑。整个庄园就像一个小型的王国，除了没有铁匠铺，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绝大多数钢铁制品去市场买比自己造划算。这就是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啊！克莱恩无声感慨了一句，跟着奥克法进入主屋，来到他的书房。奥克法没让女主人过来，也没抱自己的孩子来见安德森和克莱恩，明显不希望他们与危险的神秘世界有一点接触，因此关上房门后，他直截了当就看着安德森道：“什么生意？你不是想把那左轮卖掉吗？”他有意向。安德森指了指克莱恩道：“格尔曼斯帕罗，格尔曼斯帕罗轻松猎杀了巧言者米索尔的那位强大冒险家。”奥克法略感惊讶，却不畏惧的开口道：“他虽然已远离冒险生活，但很清楚自己不能疏忽大意，所以身处拜亚姆的情况下，他会主动的掌握一些必要的消息，避免遭遇意外祸端。”安德森闻言嗤笑道：“你的消息太陈旧了，这位先生现在的战绩是成功狩猎屠杀者吉尔西艾斯，并且活到了今天。吉尔西艾斯，不死之王的二父。”奥克法的表情一下改变，既惊愕难掩，又暗藏戒备。对，安德森自嘲一笑道：“在海盗的乐园，他才是公认的最强猎人。”奥克法吞了口唾液，看着克莱恩，不自在的露出笑容道：“我相信你有能力买下桑中了。”桑中？克莱恩颇感兴趣，但表面不显的反问道：“那把左轮的名字，他是陪伴了我10年的老伙计。哎，如果不是他与我身上另外一件神奇物品的功能重叠，又相对我现在的情况没太大的用处，我都舍不得卖掉它。”奥克法叹息回答。这时安德森在旁边啧啧笑道：“你以前不是这么说的，你说你更喜欢耕种的工具，一位耕种者。”
克莱恩结合安德森的话语和奥克法的外表，做出了相应的判断。与此同时，他脑海内闪过了相应的魔药名称：序列9耕种者，序列8医师，古称治疗牧师，序列7丰收祭司。难怪安德森介绍他是以前团队的医师。克莱恩想了下道：你认识弗兰克里吗？哈哈，不认识。我虽然是费内波特人，但我的配方和材料都是自己一点一点攒起来的，与大地母神教会无关，所以我完全不敢回费内波特。不过我听说过弗兰克里，他是一个让教会相当头疼的家伙。奥克法坦然回答道：只是序列6的生物学家就能让教会如此重视？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见见他。不，你会后悔这种想法的。克莱恩从奥克法的回答里看出他信仰着大地母神，并很可能是序列5的强者。他旁边的安德森在听到奥克法的话语后，脸庞明显抽动了一下，心有余悸般的说道：那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家伙，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恶魔。他的能力，他的想法都超过了序列6的程度。好了，不要提他，一提他我就会想起那喷出来的牛奶。奥克法有些疑惑不解的看了看对面两人，克制住好奇心，走到桌旁，打开抽屉，取出了一把比正常左轮枪管要长一点的铁黑色手枪。他就是桑中，奥克法庄重的介绍道。